哎，大家早，10月26号，星期三了。今天北京啊，天气很不错，有点微风，阳光很好，但是又降温了。我现在穿这个2层，已经有点冷了。这阳光下还好，没有阳光就会挺冷的。今天还有一个半马的目标配速跑，8公里，5分25左右配速。然后热身和冷身各是2公里，现在跑了1.4公里。待会儿聊聊我这个左小腿的这个伤吧。好，一会儿聊。好，马上到2公里。好，我们开始。前2天不说我左小腿外侧酸胀，偶尔还有点刺痛，然后查了些资料，基本确定那块肌肉叫腓骨肌，小腿外侧那一细条，从膝关节延伸到踝关节。然后昨天跑休了1天，没有做什么训练，就简单自重在垫子上做了些力量训练，很简单，大概有15分钟左右。然后做了一些按摩、拉伸，尤其拿那个橡胶球滚那个腓骨肌的时候，哎呀，那个感觉酸疼酸胀。然后顺便滚了滚这个臀，尤其是左臀，因为我平时用这个泡沫轴滚好像效果不明显，但是拿那个橡胶球就跟那个网球那么大，硬的，滚起来就它能滚得更深入一点嘛，就有点疼。所以整体还是左腿整体还是薄弱。然后问 DeepSeek 说，这个腓骨肌疼痛，就是长跑过程的疼痛，怎么造成的？他又说，主要是你的踝关节的力量不足，然后导致腓骨肌来代偿，慢慢的就形成了劳损，它就损伤了。所以他给的康复建议就是，首先就是急性的这冷敷啊、按摩呀这种的。更彻底的要解决踝关节力量，包括体重，包括勾脚尖儿。昨天练了练，速度有点慢，稍微再提点。其实5分26这个配速，25这个配速并不快。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之前自费半马平均配速5分23嘛，人都是希望怎么说呢，多多少少有一点好高骛远。但汉森训练法说了，你要超了配速，你就得惩罚做俯卧撑，是吧？对，还是严格得执行。
不要着急，更何况现在左腿有伤了，再快点。这个就涉及到这个运动了之后的受伤或者挫折的这个心态的调整问题。我想到昨天我女儿最近不是有这个默写啊，还有什么数学的数字组合的一些测验嘛，所谓的测验啊，1年级你想想就很简单的，然后就是每次测验都会有点小错，哎呀，心里肯定有一点点着急。虽然我名义上并不卷，但事实上人的这种成年人这种攀比心或者羞耻心就会上头，对不对？那后来我就跟自己说，一定不能够给孩子压力，给孩子创造个安全的环境。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啊？哪个字错了？为什么错啊？跟我说一通。我说哦，可能还是你有点粗心，可能并不是不会。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表现出有一点点挫折或者失落，然后我就想起来我的这个左腿的这个伤了，我就跟他说，我就说这个跟我跑步一样，你看我跑步左腿伤了吧？为什么伤？因为它薄弱，就跟那个测验考试一样。为什么错？为什么没做对？说明那薄弱，对吧？那这个事儿的好处是什么？是帮你找到了你的薄弱地方，哎，那你就会针对性的去加强改进，对不对？这本身是一件好事儿。哎，我就这么跟我家闺女说，哎，当然也是这么跟自己说。行，我再快点，一会儿再聊。8.37公里，还有不到2公里的525的配速。说到孩子呢，就得说到这个教育，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话题，没有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充满各种争议。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当然只是我这么想，孩子愿不愿意，太太怎么想，不知道。我觉得有一天，等他上初中或者高中，想办法弄到国外去，不卷国内这个高考，因为现在1年级每天看老师在群里发各种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一天少说4、5条，多则10多条。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焦虑嘛。
为什么选初中或者高中呢？因为汉语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门特别难学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汉字和汉语它是一个文化的承载，是文化载体，对吧？否则你就不是中国人了，跟你所谓的住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国籍是什么没有关系。包括现在学日语，老师就说，语言就是文化，你不能用自己的母语这个理解，你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认知，这种认知是另外一个陌生国度的成百上千的文化积淀造成的，最终凝结在语言当中。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回到这个教育啊，简单说说我的想法。还有1公里，哇！果然一说话就慢了，顶住。我其实挺幸运的，我觉得在孩子这几年挺关键的时期，我陪着他，虽然做不到那种全程的陪伴、玩耍，或者说投入更多的资源，但是相比于很多有孩子的父母，我至少没有隔代去看孩子，我亲自去带。虽然最早那个3年多也是请阿姨带的，还是挺幸运的。尽管现在没有工作，尽管收入不稳定，完全看脸，但我也在努力把我的事情做好。那天也是听段永平讲，说他高考刚从动乱中恢复过来，他考了2次，第1次准备了可能就不到半年，没考好，第2年，不到第2年，又过了半年，第2次考就考上了。他说他特别enjoy那个考上那个过程，但是考上之后他会变得特别迷茫。后来他就悟到了，说得到一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满足感，但得到的过程却是巨大的满足。这个事情可以类比到其他的任何一个你想得到的东西的过程和结果上。我在想，我当时创业的时候信心满满，激情澎湃的，但真正干了之后，尤其当业务稳定了，遇到瓶颈的时候，你会怀疑自己，目的是什么呢？那种兴奋感已经没有了。我现在还是觉得当初的抉择是对的，就是把公司关掉，因为那个已经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了，或者至少那件事情不是了。当然，因此才有后来可以全程陪孩子。总之还是很幸运的吧，最终还要感谢这个时代，当然要感谢自己。还有400米。所以像我现在在
不是特别努力的学日语，不是特别努力的跑步，也不是特别努力的剪视频、做视频。我觉得重要的是坚持下去，重要的是你乐在其中啊。那个结果可能短时间内可能并不好，各种挫折不断，但这过程如果你 enjoy， 就是很好的。你喜欢这个事情，人最难的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按部就班，是吧？就跟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真的是一大幸福。好，再有100米。我把手表的那个每公里的提醒给关了。好，10公里了，完成。跑完了，8公里的半马，目标配速525。我看大概第1公里、第2公里我卖的，后面都是差不多按照525的配速完成的，算基本完成吧。开始那速度还是一下子提不起来。简单聊聊这个左腿的腓骨肌的这个伤痛，跑的过程中还是隐约有些不适，有那么一瞬间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特别酸的感觉腿就软了一下啊。然后聊聊如何面对伤病和孩子教育的这个焦虑，有一搭无一搭的说吧。行，那就完成了今天第1个训练日，听你很不错。大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享受当下吧。无论是当下是一个什么状态，也许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我就回去拉伸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